我知道，老师再见。请等一下，为什么我的朋友听不懂我的中文？老师，为什么我听得懂你的中文，但是听不懂电影、电视剧里的中文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练习不够，听的不够，说的不够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系列的视频要跟大家分享怎么练习和练习什么来提高口语，并听懂中文母语者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第一，学口音。中国北方人有北方口音，中国南方人有南方口音，新加坡人有新加坡口音，台湾人有台湾口音，上海人有上海人的口音，等等等等，说不完。那老师，我应该学哪个口音呢？我的回答是，你喜欢哪个口音就学哪个口音。喜欢台湾口音就去看台湾口音的视频，跟台湾人聊天。喜欢北京人的口音就去学北京人说话。对了，我是什么口音？我是中国浙江人，浙江在中国的南方，我有一点南方口音，但是因为我的老公是北京人，所以我现在说话有南方口音，也带一点北方口音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口音，你可以模仿我，看我的视频。我身边的人最常见的是南方口音、北方口音和台湾口音。建议大家多听不同的口音，然后选择你喜欢的口音去模仿和学习。这里我给大家选了几个 YouTube 频道，这些博主都说中文，但是有不同的口音，推荐大家去听一听，看看你喜欢什么口音。第二，影子跟读。如果你身边有朋友说中文，太好了，多找他练习。但是如果没有，也没关系。影子跟读。影子跟读，我知道。老师再见。请等一下。希望你能把这个视频看完，我相信你会学到更有效的影子跟读的方法。对，影子跟读就是找到你喜欢的口音，你喜欢的人去模仿，去跟读。他说一句，你学一句。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2种影子跟读，可以练习发音和口音，锻炼语感，增加词汇量，甚至可以让你学会用中文思考。影子跟读有很多很多好处。好，那2种影子跟读的方法。第一种，听一句，暂停，你模仿一句。建议大家看访谈节目，我觉得特别幸福，就是有一天和生活剧。像这样了，我总不好意思让你自己回去吧。因为这里面用到的词汇都非常生活化，非常实用，不是机械式的去听和模仿，要去思考怎么开始对话，怎么结束对话，怎么问问题，生气的语气是什么样的，怎么用语气词，怎么结束一个句子，等等等等。你缺少什么？你需要练习什么？特别的去听那个点。好，我们来练习一下。我想要学一学怎么用语气词啊、哈、啦、呢、嘛等等。有我们家的吗？有我们家的吗？有，我给你找找啊。有，我给你找找啊。有，我给你找找啊。好，现在轮到你了。琪琪，对不起啊。
你帖子不是我发的。我知道呀，肯定不是你呀。刘启都跟你说了吧，他今天见到的那个男的是我男朋友。琪琪，你有男朋友了？真的假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他谁啊？第二个练习，请注意它的重音和轻音。你还记得我们刚捡到旺财的时候，他有多大吗？我当然记得啊，就这么点吧，最多不超过2个月。是啊，一转眼旺财都13岁了。旺财，谢谢你在妈妈不在的时候陪在爸爸身边。以后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，放心吧。好，第二种，不要暂停，一直播，你一直跟着练。他说一句，你听到马上就跟，照着你可以跟的速度。这个可以慢慢提高你的语速。这种方法的影子跟读很方便你开车的时候，你跑步的时候，运动的时候，什么时候都可以一边听一边模仿。我们关系这么近，你为什么还这么客气？跟我不用客气，跟我你就别这么客气了。谢谢老师的香水，谢谢老师的香水，跟老师就别这么客气了。下一个，请我吃饭就好啦，请我吃饭就好啦，请我吃饭就好啦，你也可以换成别的，请我看电影就好啦，请我吃冰激凌就好了呀。好，现在轮到你啦。微笑是最简单、最有效的与人沟通的方法。这个方法也能够帮助你取得别人的信任，因为这会让你看起来更加真诚。同样的，我们勇敢地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，这也能够使自己得到别人的信任，因为这表明你很诚实。我知道有时候跟读跟错了，会觉得很沮丧，会觉得我的中文太差了，不想读了，不想练了，想要放弃了。不要有这种想法，读错了没有关系的，不用管它，就忘记，就跳过，继续跟读后面的句子。对，1天2天进步肯定不多，但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， 熟能生巧，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进步了很多。下面有2个建议。第一个建议，练习过的录下来，自己听一下看看哪里还不够好，哪里还需要调整，然后再练几遍，再录几遍。第二个建议，请照你的语言水平来找适合你的视频，不要找太简单的，也不要找太难的。我有一个视频是关于找什么样的视频、什么样的电影、电视剧最合适，推荐大家去看。好，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，我们下期见啦。